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废话连篇，我是肥姐，我是惠子。11假期啊，眼瞅着就要结束了，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噩耗呀。这噩耗我们带不带来，他都要来了。不怪我们啊，跟我们没关系。哎，不知道大家这个11假期过得如何啊？欢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时刻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11假期这7天你是怎么度过的。我可以安慰一下大家，我已经工作好几天了啊。当然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挺辛苦的，虽然说是11假期，但是有些人也是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也向咱们在11假期期间也坚守岗位的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想说跟大家来搞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节目啊，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今天也没时间听，保不齐是明天啊开工了之后再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第一天必须摸一下鱼。我们就想想说最近有什么节目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呢？我们就想到我们好久没给大家做假设性问答了。哎呀，终于假设性问答又来了，其实我挺喜欢的，这比较天马行空。对，我们这次想的假设性问答是一个什么主题呢？是因为啊我们两个人这11假期这不是也在上海待着吗？我们平常就是说也没什么活动出去，我们就吃吃喝喝。我跟你讲，一遇到吃吃喝喝啊，就会遇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这种选择综合症，尤其是在吃喝这方面是非常明显的。你就不知道吃什么，甚至有时候叫外卖你都不知道吃什么。我感觉这个事情的症结就在于，其实你并不很坚定，或者并不那么清楚你究竟喜欢什么。所以我们两个人经常有的时候会讨论说，既然咱选不出来，咱要不就假设一下，如果此时此刻你没得选了，就是没有选择了，这个世界上你只能有一样东西，你吃只能吃这一样，你喝只能喝这一样，你干只能干这一样，就下半辈子就这样了，是吧？那你会选什么？我们两个人经常有的时候用这种方式来判断一下，就是你心里边最喜欢的那个东西它究竟是什么。对，我们想出这一系列的假设的问题之后，我就感觉到这其实是一个挺心理咨询的问题。就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当你问你自己喜欢什么的时候，你又说不出来，因为选择太多了。对，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换一换，就是说假如这辈子之后啊，所有的时间你都只能选这一样了，你会选哪一样？这个时候其实你会比较，而且你会选出来之后，你就会有一个恍然大悟的感觉，哦，原来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没错，所以还挺有意义的。因为好多人都说嘛，什么成年人不要做选择，我们都要。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说，咱们就是来做一个选择，没有都要，只能选一个。毕竟你的嘴啊，然后你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嘛。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啊。刚才既然说到了吃，咱们就先从吃开始聊起。毕竟咱们中国大地啊，这个民以食为天哈。我们第一个先问一下，咱就说现在从今天开始往后，咱也不是说只吃一道菜，咱挑一个菜系，你只能吃这一个菜系了，你会选哪个？哎，我先问你一个，8大菜系你能说得出来吗？我说不出来，但我大概知道有些辣的，比如说川菜、湘菜，然后这个北方的东北菜没有，鲁菜有，你得记这么一个口诀：川鲁粤淮扬前4个，浙闽湘徽后4个。我感觉是这样，就是我想了想，平时吧我们吃菜其实吃的也挺多的，然后你要说我们经常吃吧，这个江浙菜本帮菜确实吃的也很多，但是一想到说下半辈子只能吃一种菜了，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会选粤菜。粤菜没有选你自己老家的这个江浙菜？没有选，因为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难，我感觉中国的几大菜系它既然能叫菜系了，就都是很有特点的。但是粤菜对我来说，我感觉它最重要的啊，我最追求的吃东西上面就是它能够展现食物本身的味道，就是白灼你就意思说粤菜全是白灼呗？我是觉得就是粤菜的这个调味不会抢食物本来的风味，比较清淡，对你来讲也不完全是啊，比如说他做的那些烧腊，它其实也是很复杂的烹饪，调味也很重，但是你还是能一下子吃到它这个，比如说烤鸭那种味道，鸭味儿。对。而且我发现就是粤菜这个东西比较丰富，就不管是从内容也好，还是烹饪方式也好，对吧？你看它有火锅，对吧？从火锅到热炒，人那叫打边炉，是不是？对，然后从这个大排档里面有什么避风塘这种做法，再到那种特别特别高档的那种宴请，是不是都有？丰俭由人了呗。对，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爱喝汤嘛，对吧？粤菜非常讲究这个煲汤，对。然后你看海鲜有海鲜，要牛肉有牛肉，然后刚才说到要烧味有烧味，就我觉得广东人真的是太会吃了。广东人就恨不得你在菜单里头都能找到福建人。还有我查了一下，说潮州、澳门和顺德这3个市是联合国评定的世界美食之都。天哪！
那我们可得找机会去一去。澳门咱去过，确实好吃。另外2个咱也得找机会去一去。我特别想吃。我一直以为广东地区要想吃的话，去汕头算是不错的一个地儿。那么看来的话，这个顺德和潮州更值得去。我一直搞不清楚，你看潮州、汕头还有潮汕这3个地方是什么关系啊？潮汕它不是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区域的一个总称，它里边包含潮州、汕头，另外还包含一个地方叫揭阳。这3个区域统称为潮汕地区，都是广东的，对不对？对，广东就是我美食的神呐，我必须的。那你选了你的人生接下来就一直吃粤菜，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推荐出几个你自己非常喜欢吃的粤菜，有代表性的。首先我会推荐烧鹅，它就是脆皮，然后那个油脂，然后鹅肉的味道又跟其他的不太一样。好。第2个就是虾蟹砂锅粥。哎呦，这个确实好，很鲜美，而且补很润。当夜宵吃，我跟你讲绝了。还有咸鱼鸡粒炒饭，主食。对，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我很喜欢那个咸鱼的那个咸味儿。然后炒得很干，往嘴里面一嚼，那个香味爆开来。OK。还有就是它的各种白灼的蔬菜，对，这必须要有的。菜心啊、罗马生菜呀、芥蓝呀，这些就搭配上很好。另外还有潮汕的生腌，这个咱们可是一直听说叫什么潮汕毒药，咱从来也没被毒一次，咱也应该到那个潮汕地区好好的毒一把。而且我觉得这个广东的这些食物就你怎么点都不会踩雷。比如说它还有那种干蒸，咱不是吃过吗？就盘子然后排骨放在上面直接干蒸，对，没有水的干蒸。对。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折堡，那些就是牛蛙或者是大肠的折堡也很好吃。就我会觉得它调味层次也很多，做法层次也很多，食材层次也很多，就包罗万象，生的熟的都可以吃。确实，看来你这个选择确实是不错。相比于你的选择，我感觉我的选择就狭隘了很多呀。你是选什么？我是选了鲁菜。主要还是有一点思乡情节在里面，因为我自己家乡大连其实吃的这个有点偏胶东这个系，其实有一点鲁菜和东北菜的结合，就是我们常吃的家常菜当中大部分都是鲁菜的菜品，同时有一些也是比如像猪肉炖粉条啊，像酸菜，这些也是东北这边融合过来的，所以我会觉得说鲁菜似乎在口味上面可能会更适合我。其实我当时选的时候，我就想的就是，如果我后半辈子都要吃一种菜了，我觉得可能要吃那个前半辈子觉得吃的比较习惯的这个口味才行。所以我才为什么选了鲁菜，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从小到大吃到的这些东西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比较接受。但是其实你跟你讲，我仔细查了一下鲁菜，我发现其实鲁菜里有很多东西我都不吃。比如说呢？尤其是鲁菜的10大名菜我跟你讲，里边有很多东西我都不吃。什么东西？比如鲁菜的第1大名菜叫九转大肠。听着是我的菜。这个大肠其实我跟你讲，你别看我跟你试过几次吃大肠，不管是去那个澳门吃那个卤的，还是说咱去这个成都吃这个肥肠鸡，但是我跟你讲，九转大肠这个我自己以前吃过，确实挺难接受的。我觉得这可能也跟烹调方式有关。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葱烧海参，也是鲁菜的1大名菜。海参这个东西其实我也不怎么吃，但是我讲心里话，葱烧是众多海参做法当中我能吃的一个做法了。如果要是真的是做那种比如说稍微生一点那种海参做法，我是真的难以下咽。朋友们，我给大家讲一个轶事就是肥杰爸爸妈妈对我们特别好，就是他们远在大连，但是经常给我们寄海参，每次他妈妈都是处理好的海参，一包2个拿过来，每次我们只需要解冻一包，特别方便。但是肥杰不吃，我一个人每次都是要吃2根，太补了我觉得。但是里边也有几个菜是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喜欢吃的，比如说鲁菜还有代表菜四喜丸子，这个我喜欢吃。油焖大虾，这个我喜欢吃。我想问一下，四喜丸子是有4种味道吗？应该不是，看上去就是个大丸子，就跟狮子头很像，但是另外一种做法。然后还有就是有名的就是糖醋鱼、糖醋肉，这都是鲁菜里非常有名的。我印象特别深，我记得我读小学6年级的时候得了肺炎，休学住院。那个时候因为很怕转肺结核，所以家长都比较认真的对待，休学住院挂吊瓶。那个时候我的生活过得每天非常开心，就早上起来从我三姨家，他就带着我去儿童医院挂吊瓶，挂完之后他就带我去下馆子，每天必吃2道菜，一道菜就是鱼香肉丝，一道菜就是糖醋鱼片，活吃了3个月。但你都没吃厌，我都喜欢3个月，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鲁菜确实符合我下半生的这个口味。那咱俩得离婚呐，下半生咱俩就各吃各的了。这不耽误啊，咱俩各吃各的不耽误嘛。但你可能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你刚才选了粤菜，你的粤菜里边是非常
平衡的荤素搭配，荤的有好吃的，素的有好吃的，主食也有好吃的。而且我跟你讲，粤菜里面还有甜品呢，什么顺德牛奶啊之类的。但是我跟你讲，我查了一些鲁菜，你上网上去查鲁菜10大名菜，众说纷纭，上榜可能有20道菜，这20道菜里没有一个是蔬菜。没事，葱烧海参一般它都会有一节小油菜，你可以吃。唯一一个素菜是一个叫一品豆腐的东西，就这一个。豆腐算素菜，就是算素的。素菜，对，它不是蔬菜，但是素菜。对，所以这个其实可能也是我的一个顾虑，就是如果下半生真的是一点菜都不摄入了，是不是也有可能身体会完呢？你可以吃大葱啊。最后可是吃蔬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就是菜里边加的葱、香菜、姜啊，也可以蒜这些东西。那其实顺着这个说吃什么菜，这个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你下半辈子水果也只能吃一个了，你会选什么？我可能会选荔枝。这么奢侈啊？哦，就是钱还是得付的，是吧？不然呢？白来的荔枝，那你干脆做买卖得了。我真的想了很久，我觉得荔枝应该是我最想吃的，最喜欢的。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在荔枝季，我也不会大吃特吃。回答完这个问题，我就觉得我之后只要到了荔枝季，我就得多吃一点，毕竟荔枝它不是一直都有。你看，你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你那个荔枝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说白了，你一年有好几个季节是没有水果吃的。我可以不吃水果，毕竟我的粤菜里面是有蔬菜的，不像你鲁菜没有蔬菜。我当时就想，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西瓜啊，我想说，我要是能选一个，只能选一个，我肯定选西瓜。但是我后来马上就把自己这个想法否定了，因为西瓜它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现在不是有大棚西瓜吗？你可以去澳大利亚吃啊。夏天的时候就是咱不是说反季吃，咱是直接就是飞到南半球去吃，是吗？而且不光是一年四季有没有这个事儿，我还想说，西瓜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营养。你想西瓜的就只有糖和水呀。要维生素没维生素，要膳食纤维没膳食纤维。你想那么多啊？哎，我真想这个事，我真想说，万一后半辈子我真遇到这个事儿了，我得给有一个好选择。朋友们，咱不是开玩笑。所以我在想说，我得找一个一年四季都有的水果，并且营养价值还得有。我就去搜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就直接在搜索栏里打出就是什么水果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我可以猜一下吗？你猜一下。苹果。对。还有不止 Doctor 没有骗人的。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医生成我不欺啊，就是一天一个果，医生远离我。我就觉得说苹果是个不错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橙子，说苹果和橙子现在这个基本可以做到一年四季全都可以生长。哎，我都不怎么爱吃这两个水果。然后我在网上还真的看到有人在辩论，就是说苹果和橙子究竟哪个更权威。我跟你讲，我细细的看了好长一篇这个东西啊，这些科普文章。然后他们就说论维生素含量，橙子是最优的，肯定啊。论膳食纤维，苹果是最优的。所以说综合下来，建议这两个水果还是要平衡的吃的，因为人家是没有想到你的后半辈子只能吃一个，你知道吗？我还是选荔枝。但最后基于这个情况，我选了苹果。为啥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苹果吃起来比较便捷，就是你也不用扒皮，你也不用切，你拿起来洗一洗，甚至你在身上蹭一蹭，其实也就能吃了。而且我作为一个大连人，你知道我们大连是盛产苹果的，苹果的品种是最多的，而且不同品种的苹果口味都不一样。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选了苹果，我其实有点变相，其实能吃到很多种不同的口味。刚才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去澳大利亚吃西瓜吗？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下半辈子你只能选择一个城市生活，就是你必须在这个城市里面，你不能去别的地方了，连旅游都不可以出去了，不能，家里面人焊死在一个地方了。对，焊死在这个城市里面，比较大一个城市，你会选哪个城市？天哪，焊死在一个城市，连旅游都不能旅游了，那好难啊！你有想法吗？其实我的答案特别俗，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会选上海。还是上海？对，但是如果我有更多的钱，或者说有人支付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话，伦敦也可以。为什么呢？这两个城市都有河，都是永远有河穿城而过。你还别说，还真有这一部分原因。在伦敦留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在那个泰晤士河边上散步。前两天我看到我一个之前伦敦留学的朋友，他回去然后拍了一些朋友圈的照片，他坐在那个泰晤士河边上，我就哇特别怀念。那所以你选择上海，你还看重它哪方面？主要是我觉得上海它给我一种生活幸福感很高的感觉。首先就是我这个人比较爱玩嘛，我觉得上海就玩的地方特别多，就任何时间你出去，你说我们到哪个街上去走一走，就那条街就会给你一种很舒适的感觉，然后街边的那种小店也很多，
然后文化生活也很丰富，就是你想看个歌剧呀，看个脱口秀呀，或者你想看个展览，你随时都能买到票。很多那种文娱爱好者经常会在小红书上评论说，为什么永远只看到上海，就有些什么世界巡回的演出，它总是会在上海肯定会有，但其他地方就未必会有了。另外我就觉得上海的人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很不一样，但是这个城市好像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异类。所以你会选哪个城市？我看看我们两个还会在一个城市生活吗？其实我刚才真的是觉得就这道题对我来讲非常难。你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上海，其实我们也很喜欢上海这个城市，但是咱俩也经常讨论，就是说上海这个城市就像你所说的，它更多的是一个机会多、体验多，你花钱可以买到很多新鲜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咱们经常说，如果咱们真的是老了，想要找个地方养老，可能上海就不是一个咱们特别认为首选的这么一个城市。因为咱俩每年过年回大连都感叹说，哎呦，大连这个城市真的太适合养老了。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问题给我来选择，尤其是因为要一直生活下去，我就在想我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因素。我后来仔细想，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优先会考虑的是一个气候因素。就是我现在生活在上海，你要说我对于上海还有哪些地方是不知足的，我就觉得上海的天气对我来讲其实是挺大一个困扰。因为我本身就不喜欢下雨这个天气，然后我又更不喜欢连下雨带刮风这种什么台风天气，包括说像江浙今年全国最热的高温天气全都集中在江浙沪这一带。所以我就特别想说，我能找一个城市吧，它是没有这种极端天气的，又一年四季相对比较平稳，没什么高温天气。因为我这个爱好喜欢跑步这件事儿，如果是有这个高温天气，你确实很影响你的训练。然后我就去搜，你知道吗？我还在这里搜，我说全国哪些地方极端天气少，一年四季气温比较恒定，我就找这种地方。我上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有那么几个城市是不错的。咱们常见的昆明说四季如春，然后我们大连也上榜了，夏季平均温度就在24到26度，非常宜人。我选来选去，你知道，我本来开始想说那就回大连，咱就回大连，但我觉得说大连前半辈子待太多年了。哎，我发现了一个地儿，内蒙呼伦贝尔。呼伦贝尔啊，说全年降水少，并且所处地带没有高温天气，没有什么极端天气。再加上咱们上次去大草原，像你现在这个问题规定的说咱旅游也不能旅游了，那咱不得找一个地方能撒开花的玩一玩啊？内蒙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不是？所以我就在想说，呼伦贝尔可能真的是我想选的一个地方。主要我是一个气候考量。那冬天的时候它会冷吗？我听说最近在暴雪啊。肯定是冷，这个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了，冷和热，或者说冬季和夏季，你说你更能忍受哪一个？我自己想了，我是更能忍受冷的。因为我在想啊，就像这个今年夏天这个高温啊，35度朝上37、8度这种天气，你在外边真的是1秒待不了。而且像我这种跑步，你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出去跑，因为会把你跑死。但是天冷不怕，你看天再冷你也可以出门走，你也可以跑步。真的，我之前去年咱们就有一个听众给我发来，他去跑那个在哈尔滨呢，还是在黑龙江一个什么地方跑一个冰雪马拉松，哇，跑的眉毛都结冰了，这比赛还能比？这个体验还不错。对，所以我就说嘛，我觉得天冷我是能接受，而且天冷似乎它就只是冷，它不至于伤害人的这个身体健康，但是可能这个热它容易把你热，比如中暑、晒伤这些事儿，我是觉得是挺严重，所以我是左衡量右衡量，最后觉得说呼伦贝尔是个好选择。所以你现在是属于在呼伦贝尔，然后吃着鲁菜，吃着苹果。我是在上海吃着粤菜，吃着荔枝。哎呦，你看真的是一个有钱人呐！阶级已经出现很大的差异了。感觉我们过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牧民的生活呀，你这明显是沪上大小姐。天哪，好可怕哦！你看这些问题真的，虽然每个问题看起来是小问题，一结合一看，咱俩人生已经是2条平行线了。说到生活里的这种选择啊，我觉得我还想到了几个特别没溜的选择。首先有一个就是，咱们不是经常也在家里面放一些歌吗？当一些 BGM。现在说，如果以后你的家里放歌只能放一首歌来当 BGM， 而且这首歌还不能停，永远就循环啊！哎，可不可怕？我跟你讲，有很多人就是经常会被一个歌中毒，就是脑子里面循环播放。对，现在就是告诉你这是真的。哎，你就说你能不能挑出一首歌百听不厌？这个问题我想先听一下你的答案。想先听我的答案？其实我有2个选择，虽然有点违规啊，但是我这2个选择是走2个方向的。
我先给你讲一下我的思路，我解题思路啊。我第一个方向就是说我得想一首歌，这首歌呢，它不能一直非常高昂，它也不能一直非常的低沉。我最近很迷一首歌，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这个歌要是没听过的朋友啊，一定要去搜一下听一下，这首歌真不错。大概是什么样？你可以哼几句。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这首歌，放几句。这首歌我跟你讲为什么喜欢，首先它副歌那几句，就刚才我放那几句非常的魔性，你一听你就感觉到哇上头，想跟着一起舞蹈。然后你要听这首歌完整的，你会发现这首歌非常的平衡，它前半程在副歌之前其实是比较平稳的，不那么抢，就是没有那么燥，跟它这个副歌这么摇摆啊，这么卡拉 OK 这种感觉没有那么一致，所以前边呢相对比较安静，但是副歌又比较高亢，然后后面呢又安静。我是想说，如果在家里放这么一首歌，就是说它有静的部分，你可以稍微缓一口气，但时不时它又上来一个高亢的，你又能跟着一起提气，就我感觉有点像是那种兴奋剂，就是家里面可以歇一会儿啊，兴奋一下，歇一会儿啊，兴奋一下，哎，是不是？张弛有度，哎，也挺好。我就想说也挺好。对，这是我其实最开始原本的想法，但是后来呢，你知道吗？我就今天下午一直在听这个歌，听久了，我发现了，就是老这么亢奋也不太行，就半天都忍受不了。后来我又想了一个别的，我在想说有哪个歌手的声音是可以特别安抚我的。哦，这个思路跟我的有点像。也巧了，我正好听到了一首李健的歌曲，我觉得李健的声音特别能安抚我，而且我在这道题里边我挑的李健这首歌应该大家都知道，叫《贝加尔湖畔》。哦，这个是这首歌，我跟你讲，它非常非常的全面，它很全面。因为你之前说，你说你回答这道题的时候，你想选一个钢琴曲，我当时在想说这个时候有点违规啊。但是我发现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它的前奏就是钢琴曲，然后紧接着接手风琴，所以这个前面都非常柔和，有很多乐器，对，非常柔和。然后再加上他的唱，属于那种低声吟唱，没有那种高亢的部分，就是那种在家里面你可以虽然放着这个歌，但它的存在感很弱。我喜欢这个我觉得不错，搭配呼伦贝尔也很好。我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我觉得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唱的是一个非常广阔无垠的一个场景，就是如果你仔细听歌词，你又能感受到那种广阔的感觉，你不仔细听它又没什么存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歌特别合适。再加上李健这个嗓音特别能安抚你，而且听着他的歌，你可能会回想起他那个长相，也是感觉不错。你想象一下，是不是？在我的怀里，在你的心里。是这首歌，我觉得我也可以同意啊。不是你这样唱的，好吧？你可以停止吗？我感觉我的这首歌就比较出其不意，你应该是没听过。这首歌的名字叫《一代佳人》。一代佳人，它是一个80几年的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你是怎么听到的呢？我先给大家，对我隐瞒年龄了。我先看，其实现在你已经将近40了。我确实将近40了。没跟我说实际年龄，身份证改过。我给大家稍微哼唱几句啊，他是这样唱的：胭脂红粉只能点缀青春。就是它也是一个挺平的歌。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是因为我爸妈一直告诉我说，我小的时候晚上不愿意睡觉哭的时候，我爸就会把我抱起来，然后呢走到阳台上，然后就哼这首歌。为什么要走到阳台上去哼呢？可能怕吵到我妈吧。对，他就哄我，他说我只要听这首歌马上就会睡着，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我的初记忆，我估计我应该会对它有一些特殊的安抚反应。那你现在失眠的时候为什么不听这首歌呢？我没想到呀。对，你试一试。我跟你讲，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究竟是这首歌的魔力，还是你爸哼唱它的魔力？所以得让我爸录制。因为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爸当时唱的太难听了，所以你就想说，哎呦，我赶紧睡着，听不见这声音了，睡。甚至都那种自己现在给自己干晕了，一拳倒自己太阳穴上了。应该就是我爸妈那个时候一起看的一个电视剧然后这个歌他又很喜欢，一代佳人。对，不过我觉得你看这个问题啊，还是留下一些漏洞的。比如说，如果说家里面一直有这首歌的话，那可能我们就不怎么爱在家了。房子就丢那儿了，就是天天住在全季。为了能睡个好觉天天在桥洞底下露营啊。因为一进家里面就是卡拉永远 OK， 就太吓人了。我们就是说跟那个邻居一起坐电梯上来，人家刚要跟我们打招呼，发现我们从包里掏那种
工业级那种大耳罩都戴上了，说你干什么？说我们回家就要戴这个，就是够的了。现在回家，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啊！如果真有这种事情发生了，一定要选一首真的能够让你觉得就是说没有那么糟心的歌。哎，那如果说换一个思路哈，家里面不是放歌，就是电视机一直开着，然后循环播放一个电视剧。咱们家是怎么了？咱们家的设备都关不掉了吗？关不掉，怎么音响也开着，电视也开着，就是关不掉。是说因为音响这歌太难听了，所以放一些电视剧跟它制衡一下。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是选一个电视剧永远放的话，你会选哪个？这个问题我肯定没有别的选择。对，对你来说，对我来说没有别的选择。我都知道，请说出我的电视剧《老友记》。我觉得《老友记》真的是太全面了，太全面了。我评价就是这个剧为什么可以无限的放。首先，第一就是这个剧如果你不看，它其实存在感蛮弱的。因为你想，就是一些外国人在那哔哩吧啦讲那些话，如果你不仔细听，它就是左耳进右耳出了。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它又非常值得看，又非常好看。所以为什么我在家里喜欢放这个，就是我没时间看的时候，它就跟着啪啦啪啦放，而且它不会放到头，因为它实在太多季了，它不可能说你说放着放着突然间停了没了，不会，它一直可以放。但是如果你说，哎，我现在想休息一下，想随便抓一节开始看，你都觉得好看。然后而且这个剧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帮你练英语。就我每次在家里看，我跟你讲，如果要连看个几集之后，我觉得我自己英语强的可怕，我想出去找外国人对话。对，我觉得它就是那种陪伴型的，它不会说很多剧，它不是你必须得非常仔细看，你才能够进入进去。但这个剧就好像是，哎，你好像跟他们合租在一起。对，既然是一直在那放，你就可以想象你是跟他们合租在一起。就是人家是6人行，就你感觉你是最佳第7人。我是想了很久啊，就是我想的是什么电视剧它可能每年更新，甚至要隔一段时间更新，但我还一直追到它结束为止。这个电视剧就是《冰与火之歌》。哦，对，它更新了很长时间，但我一直在追。我觉得这个剧呢也挺全面的，就是它又有奇幻的，然后又有权力斗争的，又有感情的，它甚至像一个巨大的游戏，全方位让人很享受。哎，我觉得你说到这个，让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是情侣之间啊，有没有人遇到跟我们俩一样的问题？就是你看我这么喜欢《老友记》，惠子《老友记》没有看完整过，惠子这么喜欢《冰与火之歌》，《冰与火之歌》甚至我1季都没有看完。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反差真的有点特别奇妙。这2部剧都是非常牛逼的剧，拿奖无数，对吧？大家公认口碑极好的2部传世佳作，但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各自守着那个各自喜好的，然后对方喜欢那个你根本就踏不进去。不是说我拒绝踏进去，我尝试过。我记得当时我还求你，我说你带我看一看，你给我讲一讲这个到底哪儿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不进去，就像你也看不进去《老友记》是一样的。你不要这样说啊！我跟你说，《老友记》我爱看，爱看，对爱看。你明天开始你就在家看，你给我好好看啊！我到时候随机考你，我挑出一个梗我考你。我跟你讲，明天开始我们家就是上午《老友记》，下午《冰与火之歌》，晚上卡拉 OK。OK， 今年年底我们就准备进行2场考试，一场是《老友记》的梗的考试，一场是《冰与火之歌》剧情考试。我跟你讲，绝对我这个简单，《冰与火》剧情你现在考我都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还有一个作弊的有点有意思的回答，就是我可能会选一个动画片，猫和老鼠，或者说什么小猪佩奇这种的。因为万一我们有了小孩，如果电视剧里面一直放《冰与火之歌》，那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安抚他。如果是放了动画片的话，他肯定很开心。哎，你这么说的话让我想到我之前是去了哪一个餐厅还是哪一个，他们好像就一直在放猫和老鼠。那个呀，就是星期天电球隐患所。哦，他们那里我觉得放猫和老鼠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它既有背景音，同时动不动还有一些背景音乐，但它没有任何台词。就其实它不是很影响你。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适合在家里放的。有道理。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其实小孩很容易被吸引，甚至宠物都很容易被吸引。我觉得这个简直是叫什么安抚影视作品的 No.1 呢。大家都很开心，是吧？成年人有的时候也喜欢看。可以，我觉得这思路不错。不过我觉得挺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一下。我觉得大家心中肯定有这种电视剧，我猜啊，《甄嬛传》肯定是排在很靠前的。应该有人会选，因为我觉得《甄嬛传》还能玩就好多人就跟还能玩，就跟《甄嬛传》互动啊。而且现在很多网上有很多那种《甄嬛传》学家。就是他们会专门把一个片段拿出来，然后去观察这当中每一个人的反应，然后就学他们的，在职场上应用，在家里面婆媳关系应用。
哎，那我还想到一个问题，这个跟我们生活起居也很有关系。就是如果说接下来所有的每一天啊，早上到一个固定的时间，你就会被迫醒来，就你也不会再睡着了，就那个点就啪一下就会醒来，很清醒。还有这种好事儿？对，这个时间是固定的，那挺好呀。对，你会选几点？但这个是你我选几点？对，你是不可能就是可以再改了。比如说哪天想睡个懒觉 ，no。所以我如果要选了一个很晚的时间，我就只能天天睡懒觉。对，但是如果我选了一个早的时间，我就永远都不能睡懒觉。对，哎，你别说这个问题，我前2天刚刚想过，你说巧不巧了？我前2天在这里头打游戏的时候，打到凌晨3点，我默默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我说我接下来每天要有一个良好的作息。我当时就在算，究竟几点起是最良好的作息？我还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早晨8点钟。早八呗，早八人，早八。我跟你分享一下为什么理想啊。Okay. 首先，早八，如果我的作息相对比较健康，我12点睡觉，我就可以获得充足的8小时睡眠。如果我今天想熬个小夜，我熬到凌晨2点，算晚了吧？凌晨2点是不是算挺晚的？挺晚。我也依然可以拥有6个小时的睡眠，而且6个小时啊，6个小时刚好是4个1个半小时啊，4个1个半小时，它刚好是8个45分钟啊。然后呢？听懂了吗？正好是8个睡眠周期。哎，所以还非常好。你看到没有？就即便6小时，其实你也是睡得非常清醒的。多了你睡到8小时，这是充充足足的。所以我觉得8点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我跟你讲，我和你不一样，但是也类似。我也想早起，我选了7点半。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因为我觉得这样我就可以比8点起的人早半个小时。就是要跟我比，这么该死的胜负欲。不过我会觉得7点多起来，听起来这个人就非常健康，非常阳光，非常积极。7点59，我也是7点多起来的。不一样，我就觉得7点半这个时间很神圣。但我跟你讲，你知道吗？我其实自己特别喜欢，或者说特别敬佩的那些能早上4、5点钟起床的人。因为像我们跑步爱好者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是早上4、5点钟起来的。起来之后跑步，跑完做早饭，送孩子上学，再上班，这一切都不耽误。他把这个时间就是极限压缩。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说我下了班再跑步，其实这一天累得狗死的，已经没有劲儿再跑步了。所以有些人选择是早晨。就这种狗死可以用在工作中，不要用在跑步中。所以我自己就在想，如果是从早上起来4点半起床，其实挺厉害的。因为我每次跑马拉松比赛都是早上4点半。你现在是在许愿吗？我不是许愿，我就是说这个感觉其实挺好的。你看我比赛日的时候是4点半起床，起来之后吃饭、上厕所、喝咖啡、热身，可能差不多早一点6点钟去比赛现场，晚一点6点半去比赛现场，7点半发枪，跑一个半程，9点结束了。回来之后洗洗漱漱才10点，这一天我已经完成了这么多事儿了，剩下很长时间。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你的一天，你感觉就比别人多出来了6个小时。多出来半天。我跟你讲，都不用说4点多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两个9点起，我都觉得这一天就很舒服。所以我经常会把一些咨询约在10点钟，这样我9点就必须要起来。对，然后我一天就会觉得时间变得很长，很幸福。但为什么就是人就是没有办法，就必须得设置一个说下半辈子你破选会在这个时候醒来，你就会选早。但是每天其实你都有选择的时候，你却总是会去选择熬夜加上早上不起来呢。人就是因为你的选择太多了，你有太多后路了。但是你想想，上班族上学有的时候就是没有选择，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些惰性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有太多备选方案，甚至说更优选择的方案，所以你才产生了惰性。当你选无可选的时候，你就没有了惰性。我觉得还有就是像你说的，可能是因为就是被迫选择的次数太多了。1周7天，你5天都是被迫要很早起来去上班的。周末的时候，你即使知道我早点起来，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玩、去体验、去做一些那种不是睡觉的休息活动。其实那些你也知道是更好的，但是因为你失去主动性有5天了，那你就会觉得我就要主动在可以休息的时候熬个夜，主动在休息的时候睡个懒觉，好像收回那种主动性。但其实我们摒弃掉这个，可能你就会觉得我其实是主动选择我在休息的时候也早点起玩一玩。我如果真的想睡觉，我可以下午睡午觉。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其实我自己体验下来，我记得我21年还是22年的时候，当时有一段时间体验了1个月，早上起来7、8点的时候起床。我那个时候是强迫自己，就是这1个月，我觉得感觉也挺好。我这个方法也可能可以推荐给一些比如说起床有困难的人，或者说生活比较自由容易让自己懒惰的朋友。就是咱没有必要说真的像我们这样说，你说逼自己啊，接下来的半辈子我们就是这样了，就是每天早上8点起，也没有必要这么极端。可能我们可以比如说这1个月我们就规定自己
大好的晨光，我们就早上起早点起。比如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9、10月份在天冷之前，天气又好，因为冷了之后咱可能确实有点想保暖，有点惰性，也不想早起。哎，就这个秋天这段时间气温也刚好，来个1个月咱就早上起来早起，然后接下来咱再猫冬也挺好。我觉得就是生活有这种节律，因为不像以前咱们是真的能严格像那个劳动人民一样有那种节律的，咱现在可以给自己来个这种嘛，就是定期，有点像这个轻断食这种感觉吧，咱来那么一段时间军训，哎，有点那段时间也可以。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你可以选择这种被迫叫醒的方式，你会选什么？就网上不是经常会有那种敲锣在你耳朵边啪一下把你叫醒，还是怎么样？你希望是什么？一盆冷水啪那肯定不行啊，这种太极端了呀。我现在是发现对我来讲叫醒最有用的东西就是早上起来刷2个短视频，马上就清醒了。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有点像是那种注射毒药一样，它一下就注射到你的神经里了。因为这个东西就现在这种算法，你早上起来一打开那个视频，马上刷的头2个绝对就是你平时最喜欢看的2个，就是这么强，所以你马上就一下子就进入到那个，哎呦，注意力一下就集中了，大脑就开机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是特别特别有用。行，那我知道了，以后叫你起床我就用这个方法，就是打开你的抖音，然后把你眼皮子弹开，然后怼到你眼睛上，这样。但另外一个我觉得更有主动性的起床方法，就是早上起来给我安排工作。因为我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强的人，如果早上起有工作，我必起，必不迟到，几点都可以，就哪怕我前一天晚上凌晨3点睡，今天早上让我5点起，我也可以咔就给你一下就给你站起来。我跟你讲，我想了想，我最期待的是那种我躺在床上，然后那个美食的香味飘进我的、美食的香味，对鼻子里面，我想什么东西，好香。你这个唤醒跟狗唤醒是一样的。我就期待是这样，期待这种，就是那种粤菜大师、米其林3星，咵端到你面前。哎呦，一个烤鸭，那我想知道，就是说这个厨师在厨房忙活这么响都没听到吗？我这是上海大平层，45平一个大平层，30平都是厨房，自己猫在一个15平的小卧室里。反正这是我期待的生活，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就是破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想7点半起，但实际上你从来就没有7点半起过。刚才我提到说这个看抖音是我起床最好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个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咱们现在手机里有这么多娱乐项的软件，现在如果说规定啊，法律规定，我说你这个手机里 APP 娱乐项的就只能选一个，你留什么？微信不算对吧？微信不算，这种社交的不算，这种叫联络的不算，但比如说像微博、小红书这种就算。对，微博、小红书啊、抖音呐、B 站呐，反正就是跟娱乐相关的。那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只要选了那个，其他的全都没有了，是不是？比如说我选了微博，你现在就是说额度，就是你办身份证的时候，人家说你开启一个额度，你选哪个现在就得写好终生，就写在你档案里的，你只能下载一个。你但凡下载第2个，马上警察上门了，铐走，无期徒刑。犯了这个叫做娱乐 APP 这个就是重复下载罪，跟重婚罪似的啊。我还是选择读书 APP， 喜欢看书。但是你知道人就是很奇怪，就跟上一个问题一样，我很喜欢睡懒觉，但是我又希望自己7点半起。就是我并没有看那么多书，我可能更多的时间是花在微博和小红书上面，但是我希望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读书 APP 上，所以我就希望我的身份证跟读书 APP 绑定，这样就可以让我强迫着不能去看那些。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实体书是可以看的，你如果用在了读书 APP 上，那你不就浪费了一个额度吗？我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跟你讲，你去派出所办业务，人派出所都得瞧不起你啊！这个人竟然要绑定读书 APP， 读书家里不是有书可以看吗？为什么要绑定个 APP？ 民警可以说这个人读书读傻了吧？但是我觉得读书 APP 还是很方便的嘛。就你带着出去还是在硬给自己折是吧？在这儿。对，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看书真的会给人带来很多幸福感。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习惯是在手机上面看书的，但是经常性的，比如说我看5分钟，我可能知道我手机里面有微博，我就会滑出去微博上面看一会儿。但实际上你回过来想，你还是觉得看书的那个时间是最幸福的。那你呢？你会选什么？你会选你的那个视频 APP？ 我不会，我不会选抖音。我最后想来想去，我最后决定留小红书。你这都不怎么看小红书？你还真别说，我不怎么看小红书。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个娱乐浏览的软件，它对我来讲是一本工具书。我的小红书是工具书，就是我发现小红书上面现在搜这种各种各样的什么教程、攻略、指南，特别特别有用。
抖音上没有吗？我觉得不一样，我自己去抖音上也搜过，小红书也搜过，我觉得小红书它可能因为它的用户群体的原因，它分享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从细节程度，还是从讲解的这个难易程度，你能不能理解，包括它涉及的这些领域，可能更适合我们。我感觉抖音可能适合的是另一群人群，就可能不一样。你比如说最近就是我报那个杭州马拉松，报完名之后说要上交那个体检报告，其实我就有点懵了，我就不知道怎么上交，然后我就去那个官网上查那杭州马拉松怎么指导的。杭州马拉松那个官方那个指导真的就是，反正你听完之后也是云里雾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我还是在小红书上一搜，非常详细讲解，就是说你所在的城市想要去哪儿，细致到门牌号都告诉你去哪儿，选什么套餐，怎么办，几分钟能取什么，全都给你讲清清楚楚，而且有各种人用各种照片视频的形式给你讲解，就真的是太细致了。包括有很多人说什么查那种什么旅游攻略呀，什么坐火车的攻略，什么买票攻略，说怎么省钱什么之类的，也都是一讲就提，说小红书上面分享的很详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我最终会保留的，就是它的工具属性非常的强。但你知道我不喜欢小红书有一点是啥吗？就比如你讲的这个工具属性，假设你搜过这个东西之后啊，它的那个推荐机制它老给你推荐，就比如说杭州马拉松完了之后，它就给你推荐各种别的地方的马拉松，你就心里面就会被它吸引，说我要去跑这个，我要去跑那个，你心里面就会有很多很多那种 list， 你要去干这个要干那个，但是由于太多了，所以你其实最终也啥都没干，或者你根本就选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像读书这个东西是相对慢一点的，就这个节奏会比较慢，可能你看一本书你才会想到说，哎，这本书它发生在哪一个地方，哦，那我可以去体验这个地方，或者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什么活动，我可以去干这个活动。但是现在小红书上面这种攻略呀或者探店呀，这种就实在是太多了，它就让我觉得有点眼花缭乱。所以我就说嘛，小红书它是配合我的性格非常的合适，因为我除了拿它当工具之外，我不看它。你平时不看，所以它推荐就推荐去。我一打开首页全是什么马拉松，我无所谓。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适合那些就是被小红书中毒的人，因为有很多人是小红书中毒的，甚至会被他的价值观给影响。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小红书上面的价值观有点奇怪，大家就要像肥杰这样学习，就不要受它上面的影响。你看过就算了，或者你搜过就算了。不是，其实我不是说夸我自己，说什么有毅力啊什么的，能抵御这些诱惑，不是的，我就是这个性格，就是我就是不会看这个东西。我也承认我会看抖音，但我就是不看小红书，这就是一个选择吧，我觉得这很正常。我之前有表达过，我就觉得说抖音是一个很好的内容集合平台。我看抖音并不是说只执迷于上面的抖音的那种短平快的搞笑的东西，我反而更喜欢在抖音上面看一些那种长的纪录片。其实有很多长视频是那些其他平台的制作者他们的抖音账号发的，比如说有些人是专注于 B 站的，但是他为了要有抖音，所以他就把 B 站的视频也搬到抖音，包括以前可能微博上面一些做大科普的一些账号，他也会在抖音上做。其实我更多喜欢抖音这个平台，并不是他自己原产的这些内容，而是他这个平台因为用户量太大，吸引了很多的内容创作者不得已把自己的内容也搬到上面，这就对我这种人就有友好，因为我是那种不喜欢手机上面装很多个 APP 然后频繁打开的，我就希望有一个 APP 能够全集成。我发现抖音就是集成这些视频类内容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能放弃它呢？因为我觉得现在你的生活当中抖音可能仅次于我吧。其实我跟你讲，跟刚才那个你说几点起床那个选择很像，就是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被它捆绑。我倒希望说天降神力直接给他拿走。当你说到天降神力的时候，我会想到这像是一种借口，就是好像在说我这个东西只能是一个很玄幻的东西才能戒掉了，但其实并不是呀。也许你没有办法把它就是消除掉，但是你可以减少。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最难抗争的并不是什么外界的力量，就是你那个源自自己内心的力量。我老想打开抖音，比如说我冲咖啡的时候想要划几个视频，我洗脸刷牙的时候喜欢划几个视频，我是觉得说，哎，这个时间反正碎片是碎片，反正我就是在那里冲咖啡了，反正就是刷牙洗脸了，刷几个视频就刷几个视频。其实这个才是你内心最可怕的那个力量，就是你觉得无所谓，你觉得可以看，但是你没有想到的是，就是你这一分一秒的可以看无所谓的时间，给你弄得你越来越成瘾。其实我对这道题目也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就是你看抖音，我其实不怎么看。抖音对我来说，我可能2-3天才会去玩一次，稍微开心开心。我对它是没有像你这种说有点担心自己成瘾的。但是我在微博上面，我会觉得自己会让我有点困扰。我经常会滑过去看，我看并不是要看它内容，我是看网友给我的评论，然后我会很在意他们有没有人在说我不好呀之类的。我确实是在这方面有点在意，我又控制不了。然后我就很希望说，哎，微博没了，然后就没事儿了。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我们2个人的心魔，然
然后通过这道题其实可以映照出来的。哎，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感觉有可能也跟抖音我完全没有想要去做这个事情有关，就是它是一个跟我毫不相关的平台，我可以完全置身事外，在这个平台里浏览东西。但是你看其他平台内容，你总会说，哎，我也在经营这个平台为什么我没做成人家这么好？为什么我做不出人家这么牛逼的内容？你就会觉得说，越看越有这种所谓的这种什么同辈竞争压力这种感觉。但是抖音我是完全没有。我感觉答完这道题我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收获，像我觉得我可能会多放一些时间去看书，然后对微博那些东西可能要稍微摒弃一点，因为其实它确实困扰我。那对你可能也会是，就是你要把小红书用得更好一些，或者说我现在开始做抖音啊，然后就不想再看抖音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从今天开始更新抖音，然后马上就不看抖音了，戒掉了，不想看了。我跟你讲，我还有一个问题是跟这个问题延伸出来的，因为我感觉这个好像我们是在讨论这种电子产品的应用嘛，它其实吸引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我就想问你，如果说从现在开始下半辈子的每一天，你都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一定不能碰手机的，可能一碰它就电你，一碰它就电你。Okay. 这半个小时你会用来干什么？电脑啊什么的也都不能用，它也会电你，就半个小时，每天只有半个小时，你会用来干什么？我其实每天有大量的时间都不碰手机和电脑，这个你是知道的。对，可能这个问题那再改写一下，就是你现在已经在用手机的这些时间再辟半个小时出来，本来你不用的那就还是那些事儿，就比如说本来我跑步的时间现在不算。对，不算。我觉得你倒不如说现在就是说跟你说你今天拉屎不可以看手机，这个可能让我能更难选择一些。不行。对，就是我不知道如果让我拉屎不看手机我要干什么。我觉得我可能会拿一本书吧，就是换成拿一本书，就我觉得我必须得看点什么。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从有记忆开始，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是一个蹲厕，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很想在上厕所的时候看漫画书。但你不是拿皮拽子开公交车吗？那都是家里后来换到坐便之后才，你有了座儿你才能开公交车嘛，蹲着你开不了公交车呀。那个时候我就想要看黑猫警长、舒克贝塔这些，那个时候都是那种硬壳的，像那种方方正正那种大开本那种书，你也没办法端着看。我妈给我弄了一个小凳儿，它刚好可以摆在我们家那个蹲厕前面，高矮跟我蹲下去之后正好在我眼前。你妈还鼓励你看呢？哎呀，原来这个事情是我婆婆原因啊。这个事情我跟你讲，就是我爸和我妈鼓励起来的。我爸从小就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大文豪，我具体记不清什么名字了，说他的书房就在洗手间，厕所里有书柜，所以我爸一直鼓励说上厕所看书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他们没有教你上厕所看手机啊。这是现在嘛，就是改了嘛，就是电子书了嘛。所以明天我就要打电话给爸妈。我就是从小因为那个时候在蹲厕的时候就拿个小凳看的漫画书，后来延伸到就是有了坐便也是看漫画，然后再到后来可能会现在看手机，就是我觉得好像不看点什么我就没有办法排泄。那我这样子一个提议你觉得好不好？就是从今天开始你拉屎就看书了，因为其实你也很想看书，只是你从来没有看过。咱们就这样，咱们马上买一个书架放到厕所只有书，然后手机上厕所之前必须要交出来。哎呦，你这种选择综合症，你选那个书架可能要1年。我已经有一个看好的书架了，我马上就买了放里头。你是不是在这儿等我呢？想买那个书架是不是？但是你同不同意这件事情？我同意。真的？你真的同意？真的。网友监督。网友监督。做不到没关系，咱尝试一下。好不好？好。那你呢？你刚刚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什么答案？首先，我为啥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自己玩手机这件事情其实很不满。我就希望有这种天降神力，让我把手机放下来，然后做一些是跟手机没有关系的事儿。OK， 我想了很久，我希望是每天可以给你按摩半个小时。Oh my god！ 这是什么天降神力啊？我感谢老天啊！我在佛前苦苦求了这么多年啊！但是我也有要求，就是我给你按摩这半个小时，你得跟我对话，你不能刷手机。那我究竟是休闲呢，还是劳作呢？你也可以不跟我怎么对话，但是你不能玩手机。为啥呢？是因为我自己也觉得我花很多时间在微信上面跟六维姑娘聊天，跟你的互动真的很少。爱她胜过爱我。然后呢，你又很喜欢按摩，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真的，你真的太喜欢按摩了。很多时候你就叫我帮你按摩。不是这个得跟听众朋友们澄清一下啊，我是那种正经按摩啊，你们别觉得
你这么一说，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整个这个，你想各方面这个气质一整就东北人，然后又喜欢按摩，一整就感觉好像很不正经。我都是那种正经，根本没有人想到这个，没有人想到这个，就是那种你喜欢被摸这个事情。完了，你这么讲就更不正经了。我感觉你对我也没有什么要求，其实平时，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可以给你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两个人互动很好的一件事情。你只有半个小时吗？本来我这个问题设置的是1个小时，我想了想，如果1个小时，那我应该接受不了，半个小时可以。先从半个小时开始。好，那我们就这样。如果你能拉屎看书，我就可以每天给你按这半个小时。但凡哪天你拉屎没有看书，看手机了，那就变成你给我按。哦，也行。你看，我觉得很有意义。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都放下手机。你看，朋友们，大家如果要是说有情侣在家里边有很多矛盾解决不了，大家就可以用看书和按摩来解决一些问题。刚才说到手机里的 APP 咱只能留1个，我想到咱们还有一个东西，如果要让咱们也是只留1个的话，看看咱们会怎么选。就是咱们学了这么多年的学科，如果你只能留1个，可以是高中时期的这些什么语数外啊、生理化这些东西，也可以是读大学的，像你们这些什么心理学，什么像我们经济学什么，只能留1个。你想想你要留什么？我留数学。留数学，为什么？我觉得数学这个学习的过程对大脑的开发是非常重要的。我就很害怕，如果我不会数学的话，没有学数学，没有被数学锻炼的话，我会失去很多能力。就虽然可能我们现在的很多生活的能力跟数学一下子没有办法搭上边，但是其实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什么正推倒推，其实跟数学是有关的。逻辑思维。对，我很需要这个东西。哦，其实我本来跟你想法一样。真的？你也想是数学？我也想选数学，但你数学都不及格。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从小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说，数学是很多科学的基础，它是一个工具学科。但是我后来又一想，我这高数挂3年，我这个废技能，你说留着它也没什么用，是不是？所以后来我想了，我决定要留英语这个技能。哦，对，我觉得这个技能啊，为什么说它值得留？首先，它是一个语言学会了，而且就像你说的，学习语言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大脑非常非常高强度锻炼的一个机会。是，而且你语言通，你可能还能一通百通，通很多其他东西。对，我研究生的那个课题就是跟这个数学和学第2外语有关，就是某一个数学技能强的人，第2外语学的也快。哎，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我后来想的是，英语如果要是真的好，非常非常好，它最后也可以成为一个谋生的手段。因为你数学如果说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你说你可以去收银，可以去参加那种珠算大赛。对，我觉得英语要特别特别好，你还可以，比如说你去当个翻译，都可能还行。那我们2个人一组合，就是一个只会算数，一个只会讲英语，2个人出去。一个数学极好的哑巴和一个英语极好的傻子。这怎么办？这怎么搭配？这只能你当我的眼睛，我当你的腿了。哇，你是我的眼。哎，你说这个我又想到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感官不老化，就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现在属于那种耳聪目明，但是之后老了，这不得老化吗？如果你能够选择一个感官不老化，你会选择哪个？感官你就指的是这个五感，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味觉，选一个不老化、不退化，一直保持是那种非常敏锐的样子。没错，我可能会选视觉，眼睛。但是现在你已经是近视了，你别去管这些，就是如果能维持现在这个程度，我都满意。但是老了你不会瞎呀？不，你比如说你到老了之后，如果你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这种都有可能，你看不清，或者有些人甚至看不见，我发现就非常给你带来一种不安全感。反正我自己感觉就是我能够看到，我就有安全感，而且我在生活当中也会不断的通过看去来确定现在我所处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安全的，所以我会选视觉。你猜我会选什么？我觉得你会选味觉，肯定选味觉。你太了解我了。你这爱吃的人肯定选味觉。对，我很怕味觉退化，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跟调料没有关系。我最讨厌的就是调料，我需要的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大自然的味道，那才是最好的。我很怕这个味觉的消失，但很多人告诉我说，嗅觉如果消失的话，味觉也会大打折扣。好像是这样的。你刚才说的是感官，我突然联想到，那如果是换成器官呢？比如说你身体的哪个部件，如果只能挑一个，说老了之后不退化，依然保持年轻的状态，我觉得我这个说出来就是无敌的。无敌的大脑。大脑是你的中枢呀，不老那得多好啊。我也想过，但我很怕说万一我大脑就确实特别牛逼。当然了，其实就是哪怕保持现在我大脑这个情况，也没有谈不上是特别牛逼了啊。就是说，就是大脑还保持现在这个情况，对，但是瘫了，你4肢都不能动了。
但是我觉得大脑保持好的话，瘫的可能性就低。有很多人比如说瘫是因为他大脑不好使了，就踩空了摔下去摔倒了，然后就瘫了，对不对？我想的就是说自然老了之后呢，你不是腿脚就是不好了吗？感觉还是能忍受的。如果你脑不好了的话，你腿脚好你也不会走了，没有办法控制。就是我刚才就是这个思路，就是我在想说，如果我只有脑子好，但是我就腿脚跟不上了怎么办？所以我最开始想的是我希望我的腿脚能好，但是你知道我后来很快把这个想法否掉了。为啥？因为我本来开始想就是我如果要是腿脚好，我就可以四处走动，对吧？我至少还可以继续感受这个世界，对吧？即便我老了我还可以游山玩水。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好像移动这件事情并不仅仅是腿脚就可以解决的，因为万一你要腰不好，你光腿脚好，你似乎可能就只能躺在床上蹬腿儿，你也动不了。就其实你想要到处走，不仅仅是说腿脚好就行，其实需要你全身上下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你才可以移动的。就脊椎要好。对，所以后来我改了，我也希望我自己肠胃好，吃得好，而且一定得是胃也好，肠也好，不然的话就是说只是能吃，但是就排不出来也很难受。很多人都说嘛，吃嘛嘛香才能身体倍儿棒。我觉得很多人老了之后，他可能身体开始有一些营养摄入的不足，也是因为他消化能力跟不上，他就吸收能力跟不上，所以他的身体就越来越供不上能量，供不上营养，他慢慢就各方面都退化。但你要能吃能喝，哎，可能身体就能延缓一些衰老。那就是一个瘫在床上能吃能喝的胖子。就是没有说其他地方一定会坏嘛，对不对？只是说我们的设定，肠胃这块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这个我感觉有点难哎，你现在肠胃就很一般。现在啊，就说现在保持这个状态的话，都已经比很多老人差了。我跟你们讲，肥姐现在有很多肠胃的毛病，比如说她但凡吃一点辣，第二天必拉。我发现我的肠胃出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一日三餐非常不规律。对，不像我是很规律的。对，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没早饭，要么有的时候午饭特别晚，要么有时候晚饭特别晚，就不规律。所以我觉得我肠胃造的也挺厉害。所以说你看这个问题又有意义了，好像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得好好保护。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腿脚，只是我刚才是理性的思考，我觉得光有腿脚也不行。对，其实这个你看，你看有意义的部分就在这儿，就是你身体看似好像有些部位你其实是非常珍爱的，你非常希望它的功能一直是强大的，但是宏观视角去看的话，光有某些部位非常强大是没有用的。就好比说我们跑步训练这个事儿，你以为你说我心肺功能足够强大了，你肌肉强度跟不上了。你以为我肌肉强度很强了，你心肺功能跟不上了，你以为你这方面都强了，后来发现你意志力崩溃了。很多东西的很综合的。其实你这样说其实也提醒我，像我就是觉得哎呀脑子最重要，但是其实其他也很重要呀，光脑子好那你腿脚不好了你也不行啊。所以我有点太过于崇拜智力或者崇拜这些高智商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也很需要锻炼身体。说到变老，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得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一共有4个父母，对吧？如果说你到了60岁左右，就是我们爸妈现在这个年龄，会和其中一个人的境遇啊、性格呀什么的，就是完全继承，一模一样，你会选择跟谁一样？这个我认真想了一下，我决定选我妈。要是搁我小时候，绝对不会这么选。但是我发现我成长了之后，我长大了之后，我越发开始理解我妈。我以前小的时候特别不理解我妈，我觉得我妈不上进。我小的时候甚至因为这个事跟她吵过架，跟那些朋友知道。当年我妈在公司给她一个总监的职位让她干，她咵拒绝了，不干。我当时也不理解，我说妈你不上进，我说你这又能涨工资又能晋升，你为什么不干？吵架我们俩。但是最近你看咱看那个电视剧《凡人歌》里边有一个桥段，那李小月让她做部门经理，她拒绝了，说我不干。其实在这个电视剧，我们作为一个旁观的视角冷静的去看，你看到李小月，你再看到其他的人，里面那些其他的人在工作上不管是卷也好，奋斗也好，煎熬也好，难熬也好，你会发现李小月其实很厉害，她拒绝很牛逼，她看的其实更透彻一些。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觉得说，哎呦，我妈当年那个决定是更有智慧的。而且我现在回头想，我看咱们家这4个老人，除了我妈之外，其实另外3个人都现在仍然还在事业里边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还在卷，还在打拼，还在自己想要忙活自己的事儿。但只有我妈，她现在是完完全全过退休的生活。所以你老了之后想要过退休老人的生活？我是觉得我妈现在这个生活其实是很难的，她真的就是身份转变过来了。我感觉她是把生活当她的事业在干。对，就是我很羡慕这种，因为我刚才在想啊，你说我们60岁之后我们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咱们家4个老人，除了我妈之外，另外3个老人的生活，我是觉得这个生活我们在60岁之前可以干60年。你想想对不对？比如我们现在30几岁，我们还能再干20多年，都还是这个卷的生活，还是这个打拼的生活。
但是你到了60岁往后，你还要干这个生活吗？其实我觉得能不干这个生活，能在你真正退休之后就过退休的日子，就好好生活的人，我反而觉得挺厉害。哇，你这个挺触动我的，给你妈点赞。这个确实啊，很多人退不下来。对，而且我觉得我妈过得很充实啊，并没有说比另外3个老人在追求事业的老人过得更清闲，挺充实的，甚至有的时候充实到有些繁忙了，就是她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觉得我妈是一个，你表面上看她似乎是一个挺传统挺保守的人，但是其实骨子里边他有很多自己想追求的事儿。你看他当年在老年大学又想学乐器，又想学舞蹈，又想学书法，之前他妈环游世界，他搞这么多事儿，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是非常躁动的。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家庭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压抑了很多，但是他觉得说我过了60岁，我彻底不用给任何人服务了，我不用给任何老板打工了，我就是我自己，他就想要做他自己了。他这种能够在退休之后做自己的这种勇气，是我非常羡慕的。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吧，人生确实没办法说我这一辈子活80岁就做80年自己，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你有些年头你做不了自己，你就得为了工作装孙子，或者说你就得为了一些事情，你就得有一些面具，有一些假身份。但是我觉得退了休之后，如果你真的可以做自己，那至少你能做20年30年自己也挺好。所以我是想说，如果是能选，我就想当我妈。所以我现在也可能这个事情也给我一个触动，就是在我到那个年纪之前呢，卷就卷，奋斗就奋斗，到那个年纪之后就可以稍微自在一点。我其实也是想选我自己妈妈。第一呢，我感觉跟你是一样的，我觉得我妈她也在她自己该退休的年龄退休了，她是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并退休。因为我们那边有很多这种太太，她就会到老公的厂里面去工作，然后她很可能就会辞职了。但我妈她一直都是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坚持兼职。对，她是两边都干着。对，我觉得这个我还挺佩服的，而且这个东西一直给她一个底气，就她一直在说，虽然我挣的不多，但是我绝对能够养活我自己。那个时候我还在家里的时候，她也说女儿我也能养，就这个也让我很开心的。就我会觉得，你看我妈从来都是把我也带上的。作为妈妈，我也能养得起，我自己我也能养得起。虽然我们过不了，就是你爸说挣那么多钱给你过那么好的生活过不了，但是我们俩是能够活下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直我现在秉持的，就是我可以不挣很多，但是我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糊口的活儿，独立的这个性格。对。第二好呢是，虽然他退休了，但是他还有一份活可以干，没有像大部分退休的人一样，就退休了就退休了。因为很多退休的人不能像你妈那样过得那么开心，所以他们在退休之后就会有很多烦恼。但是我妈呢，因为有这个还能去干厂这个事儿，所以她感觉虽然那些厂会给她带来很多烦恼，但是她还是会感觉有点盼头，就我还有用。这个感觉也是我希望我在60岁的时候是有的，就我还有事业，我还能干，还能发光发热啊。对，除非我自己选择说我要把这个厂关掉。另外我觉得我妈还让我很羡慕的是，我觉得我爸是一个挺不错的男的。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跟我一样，就是很懒惰。但是我爸是一个非常尊重我妈的人，他从来不会说什么钱都是我挣的，虽然这确实也不是事实。他会觉得啊，你也付出了很多，然后很听我妈的意见。而且我妈就是年纪大了的女性，她都有会抱怨啊什么的，我爸就都受着，他会听着，对我妈就是非常平等，甚至有的时候要捧一点我妈。这个是我很希望我60岁的时候我老公可以给我的这种支持。天哪，朋友们，你们听到吗？这个问题设定的啊，这在这就点我呢。然后其次我觉得我是觉得你爸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再让我选，我还可以选的话，我也挺想过你爸爸的生活的。就你爸爸也是跟我妈一样，就是退休之后还有一份他热爱的事业在追求，而且他对那个事业的热爱真的是有点不求回报，然后精力付出，因为他年龄又大，是我们4个父母当中年龄最大的，但是感觉他因为那个事业显得特别年轻。我觉得我爸是咱们这些4个父母当中可以算得上唯一一个是真的是自己要追求这个事业，因为我觉得你爸妈那个有点像是这个厂他不得不要经营，为了钱他有点没办法脱手，因为他还涉及到一些员工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说我说不干就不干了，因为他可能还涉及到很多人的生活。但是我爸这个是纯就是自己想干这件事儿，他也不涉及到任何员工，他就自己要自己干这件事儿，所以他就是有点自得其乐。所以我其实也挺佩服的。我觉得不管是我爸我妈还是你爸你妈，其实我觉得最终咱们看他们身上让我们羡慕的一个点啊，就我觉得就是即便他们到了60岁退休的年龄之后，即便没有了工作，因为以前咱们会说
我们有工作的时候，工作是我们的追求。其实这个工作是什么？这个工作其实是社会给你创造的一个你的追求，你在这里头追求它。但当社会把这个追求拿走了呢？就社会现在说不强制你有一个追求了，你还有自己的追求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有追求，就说明你的人生其实很清晰，你是有一个自己一直想要的东西的。那我觉得我们4个父母里面就你爸有。就我爸有。对，你觉得你妈、你爸和我妈都没有？暂时我没感觉到，就没有那么清晰，没有那么具象化。而且为啥我觉得你爸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因为我觉得你妈很好，就是你妈照顾你爸真的是无微不至，而且你妈就是很崇拜你爸，对他真的特别好。我要是有这么个老婆，天哪！你是没见我妈打我爸的时候。那是因为你爸自己没做好，你妈才打他的。那你是一点看不出崇拜最后我要说一下为什么不选我爸啊？因为我妈这个人太内耗了，我觉得跟我妈生活在一起我真的受不了，所以我爸辛苦了。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还给我带来一个感触，就是我们俩算是非常幸福的。就在我们谈论自己要不要成为父母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觉得他们都不错，就身上都有亮点。那我们是他们的孩子，肯定不会过得太差。我就会觉得我们的父母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很感谢他们。其实你说到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更多的会受社会舆论的一个影响，就是大家不要听父母的，大家要有自己的想法，或者甚至要反抗父母。其实像我们两个人这么去思考，你会发现其实父母身上是有很多优点，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或者说他们作为过来人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价值的思考。就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其实一方面在创造独立思想，独立于父母去进行自己的人生规划以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从我们的父母身上去吸取一些好的东西。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婚姻带来的。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我结婚了之后，对于对方的父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敌意，因为有的时候会抢爱啊什么的。但是我感觉这个问题给了我一个思路，就是你也可以去看他们身上好的地方。我就发现，你看我们4个父母，我总是在想说，哎呀，你看你爸有自己的追求，你妈能把生活过得这么幸福，过得这么丰富多彩，这也是我很想要的。那我爸他能够在一个小小的村子里面，这么小的一个小作坊能挣这些钱，我们这辈子能不能达到他这个成就？我妈也是的，就是他这个身兼数职啊，然后有这么多的想法，他能够帮助我爸把这个事业做成，我们自己身上能不能做到这点？对，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得辩证的看父母给我们带来的东西，他们有一些糟粕的东西我们要剔除掉，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东西我们要吸取过来。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所以我们今天你看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假设性的问题，其实就像惠子开头所说的，其实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之所以看起来好像挺幸福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选择了。也正是因为这些选择，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知足。但是当我们进行了今天的这些假设，我们把很多选择东西全部拿掉，我们就只留下一个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些事情还可以这么看，可能我才真正的清楚的认识到了我究竟想要什么，我究竟喜欢什么。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更珍惜现在拥有的东西，因为当你在破选的时候，你也很舍不得某一些别的东西。对，所以说嘛，其实有些事情当很杂乱的琳琅满目的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会特别重视，但是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把它们全都摘掉之后，你可能就能看到你真正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珍贵的。我也很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评论里面分享那些触动到你们的题目的答案，很想知道大家会选择什么。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很有可能你想不到，或者你真的选不出来。比如说当我们在回答那个定居在哪个城市你不能离开的时候，我选了上海，但其实我也很困惑，因为我觉得我待过的城市不多，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其他的城市，其实我选不出来。这个时候也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是不是应该去体验更多。很多东西你说，哎，我有些歌曲我选不出来，电视剧我选不出来，可能是因为你看的还少，听的还少。对，那我是不是现在其实并不会出现这么一个事儿？那我是不是要去多听一听？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的东西，我多感受感受，去发现那个真的会让我可以一辈子用它的东西。没错，所以我们这个假设性问答的这样的一个策划呢，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通过一些轻松的假设的问题来给大家带去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思考，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游戏当中能够玩得开心，同时也能够收获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祝大家反攻愉快，拜拜。反攻怎么可能愉快？